朋友们好，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一，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一个周末过去呢，上海的疫情是再上新台阶了。按照官方的数据呢，昨天上海新增本土病例的数字为425例确诊，再加上8581例无症状的感染阳性。那么这个数据啊，现在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完全不可相信的，对吧？这个原因我们稍后再来详细的说。但是啊，就这么一个造假出来的数据，我们其实也都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啊是高达95.2%的感染者，他们都是无症状的阳性。这个实际上就是再次告诉了大众一个早就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可的定论，就是新一波的这个奥密克戎毒株，它导致的疫情呢，基本上可以说就是一个大号的流感了。但是呢，上海现在给全世界所展现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极不相称的这种恐慌。我们要按照这个新华社记者在昨天啊，他从上海市的卫健委所获知的信息了，就是官方的了，说现在全国呢，至少已经是有10多个的省市有派出了总数超过1万人的医疗团队紧急的支援上海。而央视新闻昨天报道的说法是说，有来自于陆军、海军还有联勤保障部队的所属的7个医疗单位，总计是超过2000余人的医疗单位呢，已经飞抵上海，要参加这一次是将反动派奥密克戎消灭干净的新版的淞沪会战。而这个据大陆少数的红色左派网站的说法呢，说更是声称已经有16个省市参加了军方这个合计是超过10万人支援了上海了，那么要来参加这一次决定民族和国家前途的所谓的国运之战。这个说法它虽然是明显的比较夸张，但是呢，在上海的虹桥机场已经是有降落了大量的客机以及多架大型的军机，这个是客观的事实了。尤其啊，除了军方的医护人员，在这个上海驻扎的武警也已经被大量的动员，再加上各区的民兵也都要参与风控、检测，还有后勤补给等等一系列的任务。同时呢，可以获得证实的是，至少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山东特警也已经进入到上海去支援参与防控，或者说是防止生变了。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外面围观这个上海的防疫啊，觉得这个官方为了一个大号的流感如此的煞有介事、大动干戈，感觉会非常的滑稽。但是上海当局这种如临大敌、上下一片恐慌，甚至是一片混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说是一片混乱呢，并不是说我在这里黑这个上海，而是上海人他们自己说的。就在这个周末啊，有关上海封城防疫的2个录音在网络上是急速的窜红了。尤其是上海疾控中心一位科长与一位上海男子的对话录音呢，由于直接的披露了这次上海封城的诸多真相，几乎是在走红的第一时间就被官方是全网的封杀，并且呢还公开的宣布说要进行调查。它其实反而更凸显这个录音内容的敏感性。那么这份录音文件呢，它的长度是有20多分钟，有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去搜索上海疾控中心录音，应该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频道都已经在转发了。那么这份录音的内容呢，我们把它简要的归纳一下，它主要是包括了以下这么几点。第一，上海的那个健康云 APP， 就是它显示的核酸检测结果呢是虚假的。每个人阳性与否呢，他只能够以是否接到了疾控中心的单独电话通知为准。第二呢，就是上海的医疗资源已经枯竭，感染疫情之外的其他的疾病基本上已经是无力应对，所以呢，患病者就只能够是自生自灭了。第三呢，疾控中心、健康云、医院还有方舱等各个隔离点，这些所有不同机构之间完全都是各自为政的。没有人在统筹协调，一片混乱。第四呢，就是方舱医院的条件很差，不会有任何的治疗，家里的老人呢尽量不要去，那就在家里自己隔离最好。如果说这个120上门拉人，就叫他们出示阳性报告，他们很有可能拿不出来。第五呢，就是这个防疫专家他说他提了很多合理的意见，但是呢没有任何人理会，这个是属于政治防疫。
那么这份录音曝光以后啊，它迅速的在网络就发酵了。上海官方呢立即就公开的表示说要进行调查，然后呢这个疾控中心也下发了一份通知，说以后啊接听回复市民的咨询呢，必须要与官方的防疫政策保持一致，不得有任何个人意见的表达等等。那么在这个录音中的这位专家呢，据说啊就是上海疾控中心传染病防治科的主任，叫做朱卫平的这位女士。不少朋友都有担心说她的身份要是曝光了，那可能会给她带来麻烦呢。其实这个录音啊，它一旦发酵呢，她的身份在体制内就已经不会是任何的秘密了，反倒是大众知道她存在的人越多呢，对她可能是越有好处，越能起到保护的作用的。那么与此类似的呢，是第二个热传的录音。那么这个录音呢，它是一位居家风控的女子与当地的居委会主任之间的对话。这个女子呢就投诉说，她住的那一栋楼里10户人家有7户都是阳性的，但是呢一直都没有任何人来过问，自己怕的是根本就不敢出门，但是呢又面对着生活困难。结果呢，这个居委主任呢就回复他说，对这些阳性患者无法及时的被拉走去集中隔离呢，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反映这个上级了也没有任何的回复。大量的感染呢，已经使得社区的居委会呢陷入了一种半瘫痪的状态，连这个消毒都做不到了。这个生活物资供应系统呢也都失灵了。这个居委主任甚至他自己都不得不贴钱了几万块钱去买菜，来临时的给这些居民救急，最终呢是搞得自己身心俱疲，几近崩溃。说到伤心之处啊，这位居委主任和这个通话女子是一起失声痛哭。那么这2个录音呢，它都暴露出来上海的病例统计是在造假，同时呢这个隔离工作是混乱，以及政府系统失效等一些共同的问题。除此之外啊，现在呢还有消息爆出来说，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婴幼儿被逼与父母分开，集中在儿科医院和位于上海金山区的工卫大道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封闭隔离。那么仅据说是在公卫临床中心就被曝光了，有超过是300多的婴幼儿被单独的隔离在此，其中最小的出生仅才1个多月呢。由于这个护士的人手是严重的不足，照顾不周，那么导致多名婴幼儿得不到及时的像更换尿布啊，还有就是这个不能得到清洗等等，结果导致这个皮肤溃烂。那么这种史无前例的特色操作呢，将这个驻上海的多家外国机构是吓了一个半死。比如说法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最早是在3月31号就有公开的给上海市外办就写信了，说我们要求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要把父母与孩子分开。那么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包括欧盟国家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在内的是30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已经正式的致函中共的外交部或者是上海市外办，就是要求有关当局不要采取这种隔离方式来对待其外交人员。那么类似其他的乱象呢还有很多，像东海的老年护理医院爆发了聚集性的疫情，而且呢据说有多人死亡，财新网发了一篇报道呢，瞬间就被删除了。然后呢还有方舱医院管理混乱，吃饭喝水呢全靠抢，有的条件简陋到呢就只有1张行军床等等。所有刚才这些信息其实它无一不透露出来，这一次上海封城的背后呢，其实可以说就是2个字：人祸。而这个人祸的根源呢，它是当局的政治防疫造成的。我们在此前的节目中曾经和大家有讨论过了，就说上海它是一个政治敏感非常高的地方。一旦这个孙春兰他要是去上海去指导工作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高层内斗的一个政治斗争路线，它就基本上是明朗化了。那么在昨天，孙春兰他的确是有出现在了上海去调研疫情的这个防控工作。那么他所放出来的调子呢，可以说就是一句话：要坚持习近平的这个指示，清零方针不动摇，要加强管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大仗硬仗。那么与此相辅相成的呢，是一份被曝光的这个内部通知显示说，杭州、宁波、湖州、绍兴、金华还有河州这么6个市，
已经被指定为就是作为上海的密接者、次密接者的集中隔离的地点。那么结合前面我们提到的军方有大规模的支援上海，还有很多地方的这个医疗团队等等，我们基本上已经可以肯定，上海这场所谓的淞沪会战它其实要以武汉会战的模式来进行了。也就是说，上海它已经不存在自己的任何的模式，以后的全国都只会有一个模式，它就是武汉模式。那么武汉模式是什么模式呢？说白了，它就是实质上的军管或者说半军管的模式。各个省可能都有对口支援武汉，当初就是各个区，然后呢，这个各个区它相应的行政指挥权就被瓜分，甚至是被剥夺、被接管了。那么尽管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奥密克戎它的致死率和重症率与最初武汉那个原始的毒株它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对吧？但是呢，这种模式我们看到它依然是不会变的，它必须得是全国一盘棋、一刀切，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尤其是上海这个反习势力的大本营更是如此。那么相比起上海这种如火如荼又鸡飞狗跳的防疫热闹的场面另外有2个消息，朋友们可能会相对的陌生，但是它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苏州市在4月2号的这个疫情发布会上有首次的证实说，在常熟市有发现了一例全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命名为叫做 BA.1.1。那么这个毒株它在全球的新冠病毒数据库中没有发现任何基因组高度同源的序列，也就是说，这个毒株目前在中国大陆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那么另外一个消息是河北邢台市的南河区，这个地方它也是在4月2号有发布了一份公告，说该区从当日的13点就开始进入一种全区封控的状态。解封的时间是另行通知，还不知道有多长。但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份公告中有明确的表示说，这个南河区目前尚未发现有任何的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包括无症状感染者的病例。所以这个风控管理仅仅是为了说做一次全员核酸检测做准备而已。所以大家有看到吗？这个看上去就非常的荒唐可笑，对吧？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就是上海封城，苏州公布这个全新的毒株，那么邢台无病例也封城，这3者之间它其实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它们都是一种破天荒的开先例的动作。上海它是开了一个2000万人口的经济重镇，说封就封，连婴幼儿都不放过的先例。那么邢台它是开了一个不需要有感染也可以说封就封的先例，而苏州首开先例宣布说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毒株，它其实就是为以上这种破天荒的被认为是疯狂极端决策的做法实质上是提供了在病毒层面的医学层面的一个合法性的支撑。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你看这个病毒多么的危险现在又冒出来一个全新的变异的毒株，它的致病性传染性什么的我们都不了解，对吧？所以这个封城清零它就是绝对必要的了。这个不仅是政治防疫，其实它也是符合医学防疫的原则的。不仅我们现在要坚持这样做，那么在未来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内也都必须要坚持这么做。那么未来要坚持多长的时间呢？就我个人的看法，它至少要持续到20大以后，就是习近平搞定他的连任，他彻底坐稳了自己的位置为止。我们用中共自己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来总结，可以说这个就是属于叫做疫情搭台，管控唱戏。谁想要乱动，谁想要用疫情失控来攻击习一尊的政治权威，那么基本你就不要想了。在当局的这种筹划之中上海的疫情它迟早也是会像武汉一样被清零的，大家注意是被清零。
也就是说，既然每天他通报的这个数字呢，它全部都是现编的，那么他精心的去绘制一条从爆发开始上升到这个疫情受控，然后再到完全平复下来的这么一条疫情的曲线，它也就并不是什么难事儿了。至于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有多少人受到了不合理的对待，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对事关国运这样一场这个淞沪会战来说，它可以说都是不值一提的事情了。大家可能看到了是吧？武汉当初那么惊人的死亡数量，它都被官方是轻易的掩盖过去了。那么上海这一次的奥密克戎的疫情可以说是更不在话下的。好的，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说一说乌克兰卫国战争的一个重大变化。这个变化呢，它不但有可能左右俄乌谈判的最终的结果，甚至有可能会影响普京未来的他的结局。在2天前的4月2号，也就是俄乌谈判一度有传出过获得重大进展的消息。乌克兰的首席谈判代表叫做阿拉哈米亚的，他在当天就有表示说，俄方已针对着乌克兰所有提出来的立场呢，是做了一个正式的答复。他们已经口头同意乌克兰的主要的提案了，只有克里米亚的那个议题是除外。那么乌克兰的立场呢，在此前我们是跟朋友们有介绍过的，就是说它主要就是说希望就克里米亚的地位来设立一个15年的咨询期，但是呢，前提是双方必须要完全停火。至于说乌东的这2个州的地位呢，它是需要普京和泽连斯基2人来当面会谈解决。而所有的谈判方案呢，最终必须是要通过乌克兰进行一次全民公投，通过了它才能够生效的。同时呢，这个土耳其的领导人埃尔多安呢，也有表示说，他会出面来邀请俄乌2国最高的领导人在土耳其的安卡拉或者是在伊斯坦布尔来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会谈。但是呢，就在昨天，俄方的谈判代表叫做梅林斯基的，却突然开始大泼冷水，说这个双方谈判的情况仍然不足以让2国领导人来会面协商，那么今天将是继续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来进行谈判。那么在这儿呢，需要提醒朋友们一下，就是说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谈判态度发生了这样一个变化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就是在4月2号，乌克兰的国防部的副部长叫做马里亚尔的，他就公开证实说，在入侵的俄军从首都基辅附近撤离以后呢，乌克兰已经是重新的掌控了包括伊尔平、布查还有哥斯托梅利等等重要城镇在内的整个的基辅地区，都重新回到了乌克兰的手中。而刚才提到这个布查这个城镇，现在呢，它已经是成为了整个国际社会的风暴眼，因为呢，在这里发现大量的被屠杀的乌克兰平民的尸体。那么到我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为止，乌克兰的总检察长叫做维涅迪克托瓦的，他就证实说，在当地现在已经发现了至少是410具平民的尸体。这个法医呢，正在针对这些尸体搜集信息。那么这些被杀平民的尸体呢，有一部分是散落在布查各处的街道公路等等这些地方，那么大多数都是被草草的埋葬在几个乱葬坑之中。这些尸体有很多都是被双手反绑的，有些呢明显是以行刑的方式从后脑开枪被枪杀的，那么还有的尸体呢呈现了明显受到过酷刑折磨的这样痕迹。这个美国的一家卫星数据公司叫做 Maxar 的，他们也有公布了该公司在3月31号所拍到的这个卫星图像。这个图像就显示呢，俄军在一个已被确认为是乱葬岗之一的地方呢，有挖掘了一条长达13.7米的尸体坑，而且该地呢是早在3月10号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有挖这种乱葬坑的初步的迹象了。那么在众多的国际媒体到达布查以后呢，当地的居民就向媒体表示说，其实在俄乌战争的初期就已经有被俄军杀害的平民尸体埋在了当地教堂的坟墓里。这个布查屠杀惨案的画面呢，可以说是迅速的就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
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昨天立即就在推特上面发文，说自己深感震惊，并且表示要迅速的通过独立调查来启动有效的问责。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和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都有站出来公开的发表声明，进行严厉的谴责，说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暴行。那么，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叫做格林菲尔德的呢，他也表示说，美国将会要求把俄罗斯从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除名。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至少已经有26国的首脑或者是外交部，就是官方相继的发表声明，谴责俄军的暴行，并且呼吁进行战争罪的调查，然后要予以惩罚。与此同时呢，美国和欧盟的一些国家也都表示说，将会立即开始磋商，对俄罗斯要进行全新的一轮的制裁，包括禁用俄罗斯的天然气。而这个波兰、拉脱维亚、还有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4个国家是迅速的就已经采取了行动，他们宣布说将在未来48到72小时之内开始完全的切断俄罗斯还有白俄罗斯进出口到欧洲的公路运输通道。那么这次这个布查惨案，它对俄乌战争的影响究竟会大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不同的人会见仁见智。但是就我个人来看我觉得至少就目前而言，俄军的这种疯狂行为，他们已经在事实上改变了这场战争的性质了。如果说在此前国际社会还把俄乌战争是视为一次地缘政治冲突所引发的军事入侵的话，那么在这个布查惨案之后，这场战争它将会被视为是一场反人类的带有种族灭绝性质的战争了。也就是说，这个事件它将很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乌克兰国民对整个和平谈判的看法。不但现在的这个俄乌双方的谈判将会难以进行下去，即便是在现有的框架之下，双方真的达成了一个和平的协议，恐怕这份协议也很难在乌克兰的全民公投之中获得通过了。乌克兰的谈判代表曾经就有说过的，说如果这个公投要是通不过，那么乌克兰只能是要么重返战争，要么重返谈判。其次这个布查惨案它必将会引发国际社会新一波对俄罗斯强有力的制裁。尽管俄罗斯官方以及大陆的一些粉红五毛群体在拼命的洗地说这是乌克兰找来演员在摆拍，或者说这是乌克兰自己开枪杀的，或者说这是乌东的亚速营干的，还有的说这些都是穿平民服装的武装分子等等，反正就是各种手忙脚乱、各种混淆视听的说法。但是我觉得这是干扰不了大局的，更多的证据它必然会被陆续的发现的。就我们今天看到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有媒体已经公布出来，这个卫星图像显示在布查的街道之上其实从3月11号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至少有11具尸体在那儿，一直停留了足足3周的时间。可想而知在未来就是更多的像能源制裁还有金融制裁这些措施的推出它应该也只是迟早的事情了。就是俄国它必将为此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未来俄国很有可能迅速的会沦为一个大号的朝鲜。第三就是这个布查惨案的发生它将极大的影响俄乌双方的一个军事态势。北约各国将很有可能对乌克兰提供此前没有提供的大量的这种重型装备。乌克兰它将可能会拥有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战略反攻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乌东和克里米亚这2个地方的归属恐怕会因此而再度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它的变数增加了。第4一点就是对普京来说，俄军在布查的这种屠杀行为不仅重创了他入侵乌克兰的所谓的非军事化、不针对平民的这种说法、这种目标，其实他也开始显露出普京对军队失控的一些迹象，甚至这很有可能会危及到他自身的地位。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普京当初决定要发起入侵的时候绝对没有会想到过的结果了。
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